的江水，连绵的山，岸边又升起了袅袅炊烟，家家户户忙得欢呐，红火的日子又一年。三九的严寒，飞雪的天，大春又换来了回家的夜，谁在窗边把人盼呐，等你归还好团圆。烫一碗老酒是家乡的暖，暖进了心窝，也映红了脸，欢声笑语把喜情传，贴心的话总是唠不完。喝一碗老酒是家乡的暖，陶醉了黑土，也映红了天，花香阵阵它比蜜甜，幸福的人住在心里边。哼，飞机机苗购买合同，我老丈人给我买的，王忠德。那这还敢参加？一会儿，哎，让大伙儿看看。这还有啥看不清的？王忠德，对不？人家长得黢黑的，眼睛还挺好使。这事儿咱不敢参加啊！大伙儿先静一静，我讲两句。今天风和日丽，今天阳光明媚，是一个好日子，迎来了我的机场剪彩仪式。以后咱这乡里乡亲的，还得希望大家伙儿多多关注，多多关照，还得请你们多多帮忙。那个，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，他是谁呢？他就是我的老丈人王忠德先生。爸，你给大伙儿们讲讲，你是怎么在城里给立冬进那些飞机苗的？那个，我替我老丈人先说两句。我老丈人为了支持我创业，他本人亲自去了一趟城里，进了1000多只鸡苗。我王叔既是我老丈人，又是我的恩人，咱们就掌声有请我老丈人给我讲两句话。别闹了，不好。那就欢迎我爸，那个为我讲两句。爸，讲两句啊。这个，年轻人创业嘛，孩子的事儿，我这当老人呢得支持支持。刚哥，还有心喝啥呢？那养鸡场都炸锅了，是不是我王叔跟张立东干起来了？那王叔给张立东剪彩呢，那张立东不要脸，当全村人管他叫爸。啥？真的？那王忠德跟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，那钱没少搭吧？又买车又买大金链子，一个金链好几万呢。哎，我要摊上你这么好姑爷了，我啥也不要。刚哥，刚哥，王忠德，我能让你在二龙湖村立足，我就不叫李铁刚。来月，燕儿，我真没想到这么晚了你还能来找我。你可别多想啊，我找你来是聊正事儿的。没事儿，正事儿闲事儿都行，你能来找我就行。
今天剪彩这事儿这么一闹啊，我爸没法不认张立东是我姐夫了。那全村人都搁那看着呢，他还能自己打自己脸吗？趁我爸被架住的功夫，要不咱俩趁热打铁？你啥意思啊？上我家提亲去。还提亲？你净挖坑让我往里跳，我可不去。上次那3倍彩礼的事儿我还没解决呢。咋的？你不想娶我了？那3倍彩礼不是你自己提的吗？你看看，你不让我陪你演的戏吗？那你再演一回呗。哎呀，要是咱俩帮我姐和我姐夫把婚结成，那咱俩结婚还是个事儿吗？那行吧。好胖。那我先回去了，你别忘了上我家提亲。哎，不能啊，注意安全啊。立东，吃呀。等咱妈回来的，一起吃。叔回来了，吃饭了。我吃什么吃？张立东，你行啊。没事儿，我去看。去。吃饭啦？我不吃。那咱俩聊聊。有啥聊的呀？我知道你要说啥。爸，今天立东当着全村人面前改口叫您爸，您可没反驳啊？那不是你俩把我框里了吗？我要反驳，那我不啪啪打脸吗？爸，咱凭良心说，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您觉得立东这人咋样？咱不说别的，就光是您进城被骗了钱，买了一堆病鸡苗回来，是不是立东怕您上火，自己又买了一批新鸡苗啊？立东真是这么跟你说的？爸，这事儿你不知道呀？我哪知道啊？爸，您放心，我跟立东肯定把这鸡养好，等赚钱了，就把你买鸡苗那钱给你。爸，那既然你现在已经认可立东了，那铁刚那边咱就少走动吧。还有那车，咱给他还回去。那车压根我也没开呀。您是没开，但全村人都知道那车可是给你买的。听话，咱还回去。还？我也没说不还呢。那爸，咱吃饭去啊！立东给你做了一桌子好菜，可都是你爱吃的。走，吃饭。走啦，你呀！王宗德这老家伙根本就不是个人。谢谢。王宗德这个人呢，真不是个玩意儿，不仁不义，拿着你的东西还不给你办事儿，呸！谢谢刚哥。王宗德这个人满嘴跑火车，明的是向着你，背地里帮着张立东买鸡，你说他什么玩意儿啊？再给一张。谢谢刚哥。王宗德这老头最不正经。谢谢刚哥。王德他不是人呢。小宝，你咋来了？刚哥，我爸有事儿跟你说。金刚啊，那个计划有点变化。说正事儿。王宗德的人呐，不是人。啥事儿？说吧。这么个事儿，那车我不要了，然后这鸡链啥也都还你。杨顿那老姐们那服装回去算多少钱，过后给你。你看这老头真厚道啊，把车送回来了，把衣服钱都给报了。我李铁刚差钱吗？就盯花钱买见识，吃一堑长一智。以后我李铁刚再听你的话，我脑瓜真穿刺。铁刚啊，刚哥，铁刚，给我们钱呢？这下满意了吧？爸，你咋在这儿呢？
正好，张胖有话跟你说。说我给你来提亲来了。3倍彩礼准备好了？3倍彩礼倒没有，但我会努力的，继续努力吧。再加台车啊！爸，那啥意思啊？3倍彩礼还没有着落呢，还有个2层小楼，这又来台车。桂香，哎，东哥，最近鸡的状况怎么样？挺好啊，你看都挺精神。咱就是吃的多，长得慢。那为啥呀？可能是运动量大吧。东哥，我觉得这样挺好，溜达鸡儿嘛就应该让他多溜达，他溜达的时间越长，那肉下酒才香呢。你还有点正事儿没啊？一天除了吃就喝呀？行了，你俩可别闹了，咱这不说正事儿的吗？东哥，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，我想把这鸡放山上去养。啊？咱二龙湖生态环境不是好吗？这鸡散养之后，下一代营养价值就更高了。放山上？嗯。东哥，放鸡的事儿，你就交给我。毕竟我在国外当人质被管理那么多年，管理鸡，我还是手拿把掐的。养鸡这事儿，桂香说了算，你俩打好配合就行。到时候哥呀，差不了你俩钱。哎呀哥，那都不是事儿。现在呀，我们就想你跟春花姐赶紧把婚结了。桂香，哥啥也不说了，你对哥10个头的，都听你的。好。哎，不！你好，您的餐，谢谢，请慢用。正华，绿豆，下午回了，机场那边忙完了。桂香看，您回来帮忙忙。没事儿，胖子这2天也一直在带人帮我忙活。还有，爸那边跟铁刚说清楚了。说清楚就好。立冬，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。这啥事儿都说呗。就是我今天带爸去见铁刚的时候，聊得挺不愉快的。你看，要不咱俩请铁刚吃个饭？有些事儿也该正式说明白了。那就大大方方说呗。行，一会儿你给铁刚打个电话，我给你俩做饭，然后回家给咱爸来做饭。你不跟我俩一起吃啊？铁刚看我本来就不顺眼，我要在这儿啊，你俩啥也说不上。你就不怕？以前怕，现在呀，一点都不怕。行，那我给刚哥打个电话。行。老板，给我来一杯水。热水吗？热的。好嘞。哎，春花啊！刚哥，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没事啊。我想请你吃个饭。行啊，去哪儿？就在餐厅吧。啊。就咱俩。立冬不跟咱俩一起吃。那太好了。行，晚上不见不散啊。说好了。嗯。那我做饭去了。好。哎呀，走，拉我进城买件衣服去。为啥呀？啊？你知刚才春花搁电话里跟我说啥吗？她说晚上要单独安排我吃饭。那你这是还有希望啊？哎呀，你说约会穿啥衣服好呢？
西服必须穿西服。那西服那玩意得穿样啊，啥样好看？我感觉吧，就东哥结婚时候穿那套就好看。哪嘎好看呢？那啥玩意儿黑不出溜，跟土豆搁地下咕噜似的。走。哎，老三，哎哥，你说西服啥色好看？红的呗，红的喜庆。那我结婚穿啥呀？结婚穿绿的呗。你结婚咋不穿绿的呢？绿的不代表长寿嘛。小红这两天咋样了？不知道啊。你天天给送饭，你不知道啊？这两天净忙活事儿来了，我给忘了。几天了？这有4、5天了吧？是不是饿死了？赶紧看看去，赶紧走啊！看看去。你妹子通吗？赶紧开门。妈，小红啊，小红，你瞅瞅这人给人饿的啊！这人4、5天不给人吃饭，你咋想啊？这两天就忙活你事儿了，我这不给忘了吗？忙我啥事儿啊？我哪件事是你办的啊？你也是的，那就给他发微信呐。不是哥，他给我发微信了。他一开始吧，他老说找我喝酒，我说喝点呗，没啥事儿。后来吧，他就老说他想我了，他还说他想我，就给我整害怕了。我寻思回光返照呢，结果他微信拉黑了。微信都拉黑了？哥们一场你咋想的？微信拉黑了？小红有个3长2短，我告诉你啊，就这事儿我跟你没完，听不听呢？刚哥来了。张立东没在吧？立东回家了。花，谢谢。坐，刚哥。春花，我8辈子没想到你能主动请我吃饭。刚哥，我这次找你来没别的事儿，就是有些话也该说清楚了。有啥事儿说吧。刚哥，自从我跟立东开这个餐厅以来，你没少帮忙，包括小梅也是。不光是在钱上，光是人情这块儿，我跟立东这辈子都还不完。说这不就歪的了吗？我帮你那是心甘情愿的。刚哥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我跟立东在一起之后，你也像从前那样对我好，给我爸买金链子，帮他找对象，还给他买车。我知道，你做这一切都是冲我。春花啊，其实我做这一切啊，不图一别的，我不是说非得娶你，但是你要嫁我马上就娶啊。我就是单纯的想对你好，我看你跟别人在一起，我不放心。刚哥，我跟立东是经历了大风大浪过来的。说实话，我王春花这辈子除了张立东，谁也不嫁。咱俩从小一起长大，就比不了你们的大风大浪。就是因为你从小就对我好，所以我才找你来，跟你说清楚。你的这份感情，我接受不了。我不是说非得逼你接受，就是以后你别阻拦我就行，行吗？刚哥，感情这事儿呢是双方的。你可以什么都不想，但我不行。我不能光占着你的好，还不给你个结果。我心里有愧。刚哥，既然我跟立东已经在一起了，我希望你能真的放下。那你俩不是没领证呢吗？我俩也不是不知道我爸把户口本藏在那儿了。说实话，这婚我俩要是强行想结也能结成，主要是立东，他还是想先获得我爸的认可。春花啊，
我知道了。其实啊，你爸这次要不回来闹这么一出，我原本打算都放弃了。那刚哥，那这次咱也别打算了，就放下吧。我比谁都希望你能有个好归宿。春花，你说我都喜欢你20年了，这冷不丁的让我放下，我能放下吗？你也别说什么不让我对你好，就哪怕你真跟张来东结婚了，我该对你好，我还对你好，行吗？我以后不让你为难了还不成吗？我求你了。李总啊，咋了，总？冰金苗那事儿，放心说，我没跟春花说。那叔以前小瞧你了，让你给套路了都。叔，你没小瞧我，你是小瞧我跟春花之间的感情了。行，这话我都说出去了。大老爷们办事有这么一个钉，你要真把这机场整好了啊，我就同意你跟春花结婚。叔，你放心，我保证让你心甘情愿从柜下边大大方方的把户口本给我。你咋知道户口本藏柜底下了呢？叔，这是我家，我有啥不知道的？你整的，我现在这赤裸裸的，连一点隐私都整没了。咱俩天天在一起住，要啥隐私啊？你可不能瞎想啊！你俩领证之前，你不能逃离我啊！我逃离你干啥呀，叔？再说了，我晚上睡觉还打呼噜，影响春花。姑娘回来了。嗯。行，吃饱了。咋的了？没事儿。铁刚那边怎么样了？我觉得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，他应该能理解了。那就好。我把碗收拾了，你去给咱妈倒洗脚水。叔，洗脚了。睡着了。叔，我今天晚上去春花那屋睡了。滚回屋来！倒洗脚水呀。王春花，我再也不喜欢你了。刚哥，我知道你对感情很专一，追着春花姐当半辈子，虽然你没得到她的人，也没得到她的心，但是咱下半辈子不也就习惯了吗？刚哥，自从王叔从国外回来，咱们为了讨好人家，花了你几十万。这顿折腾，这人你不也没交下吗？刚哥，别走了，车钥匙在你那儿呢，你走我俩开啥呀？刚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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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，你干啥呢？哥，出去静静。哥，你要是因为对象这事儿的话，我哥俩再给你找一个。在我心里，只有春花。那找不着。刚哥，刚哥。慧霞，你养这鸡能飞这么高吗？不是，飞是飞，
但是也没飞这么高啊。咱家这鸡能是特种鸡不？拉倒吧，啥特种鸡？那不就溜达鸡吗？你可别忘了，咱村可挖出来过飞机棺材呀，没准咱家的鸡就是那飞机的私生子啥的。别扯犊子了，桂香，你说这鸡这都这么飞出去了，这咋整啊？没事，东哥，这小鸡这玩意儿啊，你就得放出去，多让它溜达溜达，多运动运动，这样它的肉才紧实，下的蛋也香。对哥，你都不用担心，你就往那门口没事撒点苞米粒子，到时候它饿了自己就回来了。对，这每个人嘛养鸡的方式它还不一样，有的人嘛就像养猪似的，喂食之前它咕咕2声，晚上一叫鸡就都回来了。有的人家呢就门口撒点粮食，这鸡呀溜达够了饿了，自己就回来吃了。对，养鸡这事儿咱得听桂香的。那你说这鸡到晚上它能好抓回来吗？你不好抓也得抓呀，1000多只，这算啥事儿啊？以前我在国外，俺们老板养了5万多只蝗虫啊。啥是蝗虫？蚂蚱子，早上放出去的，晚上我一个不落全给抓回来。1000多只鸡叫事儿吗？在体能这一块，我从未输过任何动物。那抓鸡的事儿就交给你了。桂香啊，哎，哥上饭店去忙活忙活，完了盯紧了。OK。快，去，快，这鸡这脾气可不咋好。快，头呢？正花，累够呛吧？还行。哎，对了，郑胖子钱够吗？应该够。这话，这人也走没了。东哥，李德刚走了，我俩没活了，你给我俩找个活吧。哥，现在就你能救我俩了。我是不是冲突啥了？你说咱俩刚有点时间，又来这么2个爹。铁刚一走，留下的小伙肯定没活干，尤其是铁刚，反正是因为我的原因才选择出去散心的。要不你就帮帮他们吧。听啥玩意儿呢？不是李铁刚一走，你俩能饿死啊？哥，事不关己，高不挂起，说白了你就是没摊上。你这是完犊子样儿！要不说你俩就点儿好，我这不新整个机场吗？那行啊，行啊，能干。桑涛、二迷糊、桂香，他仨能忙活开，不缺人儿。李东，不是机，我这不还有个饭店呢吗？饭店也行，都能干，是吧？对。郑胖子带旅游团也不缺人儿。他这么大饭店，他能了吗？郑胖子一天一忙几个。这饭店是挺大，也没啥活儿啊，就厕所还没淘呢。你能干呢？我能干。哎呦，你怎么什么活都接呢？那老三这活儿找着了，就差小红了哈。东哥，我就打个比方，你还真让我淘厕所去啊？李东，你就别逗他们了。你俩会开车哈？东哥，你要说开车的话，就在二龙湖这一撇子，没有能开过我俩的。你三弟号称二龙湖第1车神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我没车，不是哥，你提台呗。别，小红说的对哈，我是应该买台车了，没有钱呢。哎，小红，你借我点儿。不是。那你说你俩就会开个车，你上哪儿去找活的？我还会吹喇叭，就上道上吹着去。东哥，你上道上吹啥去？你说也不年不节的，你再一个，咱家也不死人呢。你去滚犊子去！我会功夫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会功夫？对，就方恩呐，这行啊！我搁市里不认识一个耍猴的吗？那猴好像前2天丢了，你翻2个我看看，我给你联系联系。哥，你是想看大的还是想看小的？
看小的话，我就搁这屋给你展示一下；看大的话，就是上大道顶上咔咔我给你干两下。你要想看那种嗖，咱就上高处。你别得了，你就搁这屋翻，你再整丢了。来，轻点的。走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两下翻的，不是你就这两下，我带你拆迁去啊？什么话？弟，那真正的功夫还要翻在哪玩意儿？不是，咔咔咏春小念头。你看，这挺好孩子得这么个病，那咋老三那线裤是穿一个腿上去了？不行，这两下子就没活儿，这是。哥，我会喝水。这孩子比啥样了？我会吃饭，不是我喝快。直条。你别闹啊！这带气儿呢嘛，这整活呢，你整带气儿呢呢。好。好。哎呦我的妈！喝了？没了，没有了，哥。有两下子。赶紧的啊！再整一个，快！还这小红有两下子呀？行不哥？行啊，回来。不是你这是花钱的活儿啊，这也不是挣钱的活儿啊。我那零售1瓶2块，你就给个进价，1瓶1块5。那个春花，一会儿管要3块钱。哥呀，我没喝，你不给我拿呢吗？哎呀，行了，我呢给你俩介绍不了活啊，我也联系不了。我跟你春花姐搁这屋待一会儿。去，你是我爹，出去玩会儿的。哥，你看你别闹了呗。你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俩就不走了。立冬，你就帮帮他们呗，怪不容易的。妹子，看见大山没？你们要找贾大山啊？去他家看看嘛。走，上他家。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。好事啊！哎，这鸡怎么写来的？这嘴边咋还想不起来呢？说个正事儿，李铁刚这不也走了吗？啥时候没的？什么玩意儿？啥时候没的？心情不好，说上市里去散心去了。啊，你说铁刚这一走，把这俩孩子就扔下了。这孩子呀，都跟10来年了，摇钱树走了，没活了，你这不得饿死啊？有胳膊有腿的，自己找活干呗。对呀，你说咱这边也缺人，他俩呢也没有工作，实在不行就让他跟你干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张立东，你啥意思啊？二龙湖就我一个质保队队长，你让他俩过来抢我饭碗呢？说的什么话？什么叫抢饭碗呢？就是那个，就给你打个比方，那个明星啥的，他为啥都找一个那个经纪人呢？装呗。什么玩意儿的装啊你？那明星也累，
你说一天的事儿，这事儿又那事儿的，有那些小事儿自己不爱处理的，就交给经纪人就给办了。你说咱们村儿不也有挺多事儿，你不想抛头露面，不愿意办的事儿，到时候就交给这俩孩子，对不？哎，李东啊，咱说心里话，你这说的有点道理啊。你说啥事儿我不为你想的？那个，你俩在铁钢那儿一月给你俩开多少钱？1600，俩人3200，俩人3200。那你看要过咱们这边的，能给多些？别为难，抹个零呗。这事儿我给你俩拍板了啊，3000，完了以后呢就按前马后，我先回去了。喂，什么玩意儿？你没听明白？3200抹个0，320。你给我上边拉去吧！你骂人呢？这还是从我工资里给他俩拿的呢。你上咱屯打听打听，谁不知道我贾大山呢？我给谁拿过钱呢？咱说心里话，咱说心里话，这嗑唠的是没毛病。要不这么的，你俩也别一口价，别3200，完咱那边也别320，多1分钱没有。320，但是每个月干得好，有提成，提成整不好比工资都高。要是干不好，工资都没有。就你这意思说，他俩要干不好，1分钱没有呗？对，就这么定。你看这多爽快呀！这俩孩子重感情，那铁钢早前哭完了，那家狼哇的呀！你看这一说你答应了，那眼睛都红了。这什么意思？重感情，说哭就哭啊！哎呀，行了，跟我干了，哭啥呀？走点心。行了，别崇拜我，行了，别哭了。以后二龙湖治安这一块要配合贾队长啊。完了你先忙着，我先回去了。哭那玩意儿哭的也太假了，那是什么玩意儿？假吗？李总啊，你就放心吧，这俩孩子交给我了啊。哎妈，这哪来的鸡呀？哎，真不好意思，这一会儿马上就薅走了，慢慢吃。徐德贵，不是这哪来的鸡呀？快点撵跑，能不能抓起来啊？徐德贵，抓了吧！你赶紧抓呀，你的！我这不抓了吗？抓，那都是。跟张立东一样。啊！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俩呢，现在就是我们二龙湖村自保队的一员了，是吧？咱说心里话，咱们村的老百姓啊，不好管呐，尤其这群老娘们儿，那比较辣手。你俩出去办事儿，遇见这群老娘们儿不配合的，先提我的名号，必须得让他们从你俩的身上看出我的影子，是吧？行。咱说心里话，你俩也知道，我就一个人，你俩跟我了呢，这属于天人进口。明天弄立正呢啊，跟我上我奶坟上去一趟，这表示尊重啊。先把那个治安条例先背一下。队长，我这不认字儿啊。你这个月奖金没了啊。这2天呢，我事儿也比较多，给你俩分配第一个活，把院里那草给我收拾去。收到。你瞅啥呀？那我也好啊。你多什么玩意儿啊？你奖金也没了。奖金扣完了，这点工资也好整。反反复复，匆匆忙忙，每一天总是这样。别问我下一个远方
会不会遇见我的理想？寻寻觅觅，坎坎坷坷，飘飘荡荡，每个人总会这样。别再想命运本无常，让信念长出翅膀。孤独的路上，你去向何方？是那段岁月让你彻夜感伤，那不变的梦，有你的模样，就背起心